土拨鼠音乐榜，各位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摩登 DJ 陈诚。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有一位大来宾来做客节目，那就是我们的苏瑞琪，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瑞琪，很开心来到这里。是的，苏瑞琪你好。那想先说到苏瑞琪的话呢，去年下半年是发了一张自己的新 EP 哈。所以在今天节目主场游戏，对，主场游戏，其实里面唱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吧。当然，关于这张 EP，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来好好的聊到一下哈。而对于苏瑞琪来说，其实我现在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从2018年到后来参加各节目的经历哈，这几年到现在啊，到2023年，现在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变化其实可能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吧。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目标的状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以后要做什么，或者我想要去做什么。当时包括去参加训练啊，当练习生的时候，都是只是抱着一个我想要学习唱歌跳舞，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做这一行，或者以这样的心情去训练。当时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会关注到我，会支持我，然后也是一个我要去见见世面走到哪儿都没有关系这样一个心态去参加的。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还发现有一部分的朋友们发现了我，然后看到了我，也一直都在支持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样。我当时就觉得我之前这样的心态可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变得足够的好，来配得上他们对我的喜欢，所以就一直以来就开始好好的训练，好好的练习，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更大的提高吧。再到后面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家所看到的样子，就内心其实是挺想不辜负他们的，然后也希望就是自己能够走到最后，就那一刻开始就才有了目标。再到现在的话，可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音乐，然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跟线下和粉丝朋友们见面，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心态。就是从可能一开始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可能目标感越来越强了。是的。那其实上在之前在舞台上大家看到你一直都是一种很酷很飒的这种状态哈。那舞台上的你或者说音乐当中的你和生活当中的你会是同一个状态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吧。但舞台上的我觉得其实也是我的一部分。舞台上我是比较酷飒的，私下的话可能比较活力呀，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生活中的我可能比如说打游戏大大咧咧的，就生活中的我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就是普通的热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大女孩。就包括对，因为站在舞台上的话，大家可能看着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好接近或者怎么样。对。但生活中的我是一个非常随和的，就是完全可以跟大家就是跟朋友一样，就是非常聊得来的一个人。但一开始的话，我也是可能会比较社恐，跟舞台上的那个一上去就非常自信的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是一个慢热的人吗？在生活里？对，我生活中其实挺慢热的，就是当跟我熟悉了过后，会发现哇，原来他就这么好笑，原来他就是话这么多。但其实一开始刚认识我的时候，我是一个话没有很多的一个人。然后熟了之后就是哇，这是个人来疯。对，就是包括我原来的舞蹈老师，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跟我妈妈说，她说哇，他真的很文静哦。然后你们被骗了。对，我妈就说什么她说文静吗？就是你熟悉你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文静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苏瑞琪的身上。对，但我觉得不管舞台上也好，还是生活中的我也好，就其实这都是我的一面，也希望未来可以展示更多面给大家。那你自己平时是比较感性一点的还是理性一点的？其实这个不光光是生活当中，包括对于
在音乐上的一些态度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这首歌录过一遍，我觉得很好，这一遍很好，我不需要再去反复了，因为可能会觉得越反复好像那些情绪啊就越不到位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觉得我需要尽善尽美的一种状态，就会去特别的抠某一个细节啊或者怎么样。就我其实是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事业里面，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很理性的人。包括我爸爸、我姐姐，就我们一家除了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以外，我们剩下3个人都非常的理性。然后我妈妈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感到难受的时候，我爸爸、我姐姐、我们3个人没有办法去可能很好的去共情到感同身受，就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不太好的一个点吧。但是确实在工作中的话，就是我会不停的重来，包括我可能录一个，就不是说录音，我普通的录一个视频，我都会反复的，感觉很理性的去看啊，这个地方可能有更好的进步的空间，然后这个地方可能这么改，那个地方那么改，然后就再录，我一个视频可以录一晚上。那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要问问刚刚一开始提到这张 EP 了，我想问这张 EP 里的歌你最多录了几遍？这张 EP 哇，数不清吧，很多遍，就是一直在改，就是唱不好的话就再改。然后当时配唱老师他也是一个比较抠细节的一个人，对，他也比较追求完美。就他听到有不好的地方的话，或者说有一个字是可以变得再好一点，他就会跟我说啊，这个地方可能这么唱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我也非常乐意的去，就是他听到的这些地方去调整。就其实我很怕遇到就是啊可以了啊，下一句，然后我每次我就会说能不能再来一遍？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我觉得还可以试，就不断的去磨。就是听到那句话可以了的时候，你会自我怀疑一下，真的可以了吗？老师真的不需要再唱一遍了吗？是不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当我有这样的，就是可能我如果真的只录了几遍，就是说啊下一句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说老师再来一遍吧，多试几下吧，这样。那在这一张 EP 里面哈，去年底这张主场游戏里面，你在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让你最怎么说呢，纠结吧，或者说耗的时间最长的是哪首歌？其实罗盘跟绝尘耗的时间差不多吧。其实小行星耳语也很久，就是中文版的，当时其实也录了很长时间，但其实也还好，就是所有歌里面，其实录的最长时间应该是摘星，就是不是这张EP之前的作品，之前的作品录了很久，我当时在录音室里面哭。是想到什么了吗？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了，录不下去了这种？是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但不是说录不下去，就当时就觉得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为什么唱不好，然后就特别崩溃啊。所以那一般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去怎么处理它？是暂时先不去管它，还是说不行，我此时此刻一定要跟他死磕完成这种？就是必须得死磕，而且我当时哭就背着所有人哭，他们都知道我哭了。那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你对某一些情绪的转化或者是消化还算是比较快的一个状态了。对，我会逼着自己把情绪收回去这种。哇，那说了一个问题，你的自制和自控力太强了。对，就是这仅限对于就是情绪啦。好，那说回到这一张去年底的新的 EP 和主场游戏里面，刚刚有说嘛，唱的其实也都是你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经历的状态，所以这一张 EP 算是这么多年来你自己的一个音乐历程的小总结吗？其实是有小总结的这么一个部分是在里面了，因为其实像主场游戏它的概念其实就是不断的打怪升级，对，通过一层一层的关卡，然后不停的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就像游戏一样去通关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这是跟我之前的比赛经历其实是挺像的，一层一层的关卡，然后一个一个的节目，这样一个一个通关过来的。但
除此以外，其实它也是对我未来的一个期望吧。毕竟主场游戏的主场2个字，就是我希望以后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场地，那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主场，然后把我自己的气势、把我自己的魅力释放出来。所以你的这种自信心也是在你在参加节目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树立起来的，还是说一开始在舞台上你就说就是那种状态，我觉得这是我的舞台，这是我的主场？其实一开始不是的，一开始的话只是很喜欢这个舞台，热爱这个舞台，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觉得我真的很自信啊或者怎么样。直到有一次，其实是有一个姐姐她告诉我，她说哇，你特别是她就说你刚出节目那一会儿，我觉得你非常的自信，那一刻的你是在发光的。然后那一刻我当时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跟之前的你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一刻我才知道，哇，原来自信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因为当时刚出节目嘛，然后就处于一个自己的自信心最顶点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一定得有自信，因为这样别人看到你的气场和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说的，我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天天给自己洗脑，我要自信，我要自信，然后我真的挺好的，然后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到后面给自己洗脑成功，让自己变成真的有自信的一个人。就是每天那种一起来就会对自己说一句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今天的自己要加油，这种状态吗？差不多吧，但其实就不会对着自己说了，但是心里面就是在跳完一个舞过后，可能之前的话会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我到现在的话，我会看到我自己的那个视频，我就说真不错，真不愧是我。然后完了过后，但是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调一下，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可能会慢慢这样去转变自己。那说到这张专辑里面最早发布的一首歌，其实也是你自己参与作词的一个作品，叫《小行星耳语》这首歌嘛。对，你在参与创作的过程当中，内心想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首歌你其实自己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小行星耳语》其实是我写给粉丝的一首歌。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面一直想的就是这么多年跟粉丝一起走过来的各个画面吧，种种画面。可能在签售的时候有粉丝，包括前段时间的线下演出，我的演出的时候，当时前面都是人，就是其实完全是看不到他的，他一直在后面挥旗，就挥着写着我名字的旗子，然后但是他一直就是站在最后面，而且他可能看不到我的表演，真的很感动。包括可能有粉丝跑到当时我下班的路上来看我，就只为跟我说一句你真的做得很好，你不要不自信，你不要不开心。然后就是这些画面吧，让我写下了这首歌，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吧。词句形容你不寻常的风，从来不追问我奔跑的意义，却赐予我是否能触碰那颗心，你却比我还要更骄傲笃定，就让我将你收藏入我眼底，点点闪烁微弱的光，是你赠予我长夜中的方向，天际难预料又何妨，只要你在身旁。也曾孤身彷徨过，你是人潮汹涌，是你给我留一盏灯，无声的承诺陷入这寸心痛，守护我的每一场梦。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you， 穿梭宇宙每个星球。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you， 每当我回头是你的温柔，将每分每秒都清醒。
触，每当我回头，是你的温柔。这里是 FM 97.5，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过去的遗憾总被日光温柔的化解，满天辉映，不止星光，还有眼中的山河鹊起。习惯寂寞的日复一日，总会明白坚持的意义。你我各有过去，共有未来。致未来，生来不安分。我是张强。音乐先锋大来宾。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我们的音乐先锋大来宾，就是我们的苏芮琪，欢迎欢迎。Hello， 老师好，我是芮琪。好，我又回到了。那刚刚呢是和芮琪呢聊到了一下这几年她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哈。包括去年底的这一张全新的 EP， 听到那首她也参与创作了，特别给喜欢和支持自己朋友们的这一首小行星耳语。好，那接下来呢，其实特别想问到芮琪的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哈，你都被称之为唱跳 rap 样样行，然后样样能打，所以你自己会有一个目标吗？就比如说你包括你自己给你自己定的目标，又或者是说在这个音乐圈里，你有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标杆也好，或者是说你觉得的一个榜样也好？我是像小的时候，我其实看了有个偶像组合，然后当时看了他们的舞台过后，才萌生了可能我想要唱歌，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学的是民族舞，就没有学流行舞蹈。但是当时看了他们的舞台过后，就产生了我非常想学流行舞蹈这样的想法，就发现我原来一直这么热爱的唱歌和跳舞可以结合在一起，在舞台上表演，而且还就是这么的帅气，这么的有舞台聚光灯啊这样。对，然后那一刻我就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吧。所以他们应该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组合。对，然后我的目标的话其实是就像现在说的唱跳 rap， 其实是我希望全面比较发展的一个东西吧。因为我之前一直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 ace， 就是成为一个比较可以全方面发展的一个艺人，在每一方不管是唱也好，跳也好，说唱也好，都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每一个拿出来，我都是可以去作为一个点去发散开来的。然后也希望自己目标的话，就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学习更多方面的新的东西和新的知识，然后有更多的能力吧，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方面发展的艺人。那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接下来那就顺着你刚刚提到的一个问下去吧，就在音乐上，那你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是想去尝试的呢？就包括现在的话，我也准备开始学习架子鼓，然后学习一些乐器吧，然后希望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可能比较摇滚一点的风格。我看到其实也有很多粉丝希望我尝试摇滚啊之类的，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挺喜欢摇滚的，觉得之后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这方面的风格的。然后包括
这架子鼓跟摇滚其实也挺结合的。对，就摇滚传统3大件之一啊，吉他、贝斯、鼓，哎，对，所以就觉得那我现在也都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嘛。那刚刚说的是音乐上，那在音乐之外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挑战一些事情，比如说跨跨界什么的，什么说个脱口秀啊？我可喜欢脱口秀了，非常爱看，每次都看那个脱口秀。对。然后那想挑战的话，我很想，我现在也是在学习，然后也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做到跟海外粉丝们沟通吧，沟通交流。对，就多学一些语言。对。那你学着学着，会不会接下来慢慢的变成翻译了？那也挺好。然后在公司里面，你的主业是这个唱跳创作歌手，副业就是帮公司翻译这些文件，或者是做歌迷见面会的现场的这些翻译。一个人赚2份工资，哎，可以的，可以的。那现在的话，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艺人呢？比较想跟 Lisa 合作吧，对，因为像前面说的摇滚，她摇滚的歌曲就唱得非常好，希望后面有机会的话，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对，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刚刚所说的嘛，音乐上自己的尝试，那可能我就接下来会想和一些在这个方面比较厉害的，比如说提到刚刚唱摇滚的 Lisa 啊，说不定一起来合作一把。对对对，因为他是也是我的一个榜样，一个标杆吧。对，另外一个音乐方向的标杆。那对，另外一个标杆。对对。之前那个是我启蒙的标杆。现在这个是接下来想努力方向的标杆。对。那2023年的话，今年才开始啊，接下来还有很长的几个月的时间，一整年吧，可以这么说。你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了吗？接下来的话，希望自己出一些音乐作品吧，然后可以透露一点的话呢，是我现在也在筹备我的新歌，然后希望之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多多喜欢。那既然说到这里，我再多问句，是摇滚歌吗？应该不是的。对啊，那还是期待一下，好不好？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感谢我们的苏瑞奇来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呢，还是再来听一首去年底的这张 EP 主场游戏里的歌吧，想给大家推荐哪一首歌曲？给大家推荐一首《罗盘》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比较上头，所以说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这首歌，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记住这首歌的旋律。就是听过之后绝对让你印象深刻哈。是的。好，那最后谢谢瑞奇，今天呢，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罗盘，谢谢。谢谢。藏在森林里的谜题，下个出口在哪里？摘下狼人的面具，也会在夜晚哭泣。谁掉落的火把，能否指引我方向？也许从你伸出的魔法，会给我想要的回答。静静追寻着光影，看着远方，看着星光忽明忽灭。我竟流浪旅人，遗失的罗盘，却抓不住时间。我要去向哪里啊？总是在这时候想起妈妈的话，心中的火花。还能执着，是否也会熄灭？世界太复杂，我燃烧
to